广西地处云贵高原向东南沿海丘陵过渡地带，山地多，平原少，位于中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在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和地理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气候温暖，热量丰富，降水丰沛，干湿分明。光热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少污染，海拔落差大，气候多样，这成为了广西发展农业的自然优势。而其中的山多与天热，更成为得天独厚的魅力，吸引了众多原产并非中国的植物再次落地生根。从数十年到上千年，在人们不断的选育优化下，他们把异乡变故乡，在此枝繁叶茂。山谷间的暖风，吹拂出甜美与富饶。10月的一个清晨，林间，工人在整理一套独特的工具，为那边，没得赶上来哦，老婆没得录下来，前面。广西地界种植香蕉已有数千年历史，平均每一串25公斤左右，一亩林大约100串2500公斤的产量。由于果实脆弱，成熟度有差异，加上植株和成长环境地貌多样，放眼全球，大家都无法对香蕉进行机械化采摘。这种特殊的索道设计，已经是对人杯肩扛最好的辅助。因为大，香蕉的收获是名副其实的沉甸甸的幸福。然而承载那么重果实的，并不是一棵树，而是一棵草，一棵巨大的草。事实上，香蕉是世界上最大的草本植物之一。同样是草本，大白菜在它面前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白菜。每株香蕉只会结果一次，因此在被采摘后便会被砍掉。从横截面便能看出它跟木头的巨大差异。不必心疼，香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新的芽会不断从地下破土而出。树木需要10年，但长草只需要10个月。从新芽到结果，9到12个月即可。香蕉的生长对温度和水的需求都很大，大面积的叶子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广西的阳光雨露。但如此的水润并没有直观地传递给果实。虽然叫水果，但香蕉看上去一点儿都不水。相比别的水果动辄超过90%的含水量，香蕉75%的含水量在视觉和口感上都有差异，呈现一种粘稠感。但也因此，它比别的水果更能带来饱腹感，并且是真正的来自碳水化合物和简单糖类的快速补充能量的满足感。加上它便携方便食用，
香蕉成为许多运动员和体力劳动者的必备。超市里面是啥味道的？我天天摸香蕉，你叫我吃香蕉啊？最少吃最少半价就行了。在这里不啊，先摸半价来着。事实上，采蕉工人在现场吃到的绝不可能是刚刚摘下的香蕉。在现代农业中，人们会精准控制采摘的时机，确保运输和保存的安全。同时，通过控制成熟过程，来保证香蕉从产地到餐桌的品质和口感。好蕉跟差的次蕉就放这里，好蕉就放中间，然后到这里了，就像转盘，我们在这里准备过秤啊什么吧。这条是我们的流水线，把香蕉给吹干，然后到这里来了就贴商标。插把完了就装箱，现在是装完箱了，他们就抽空了就盖箱盖就上车，就完事了。广西的香蕉还有一大，产量大。中国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2大香蕉生产国，而广西占了中国香蕉年产量的约30%。从空中看，巨大的蜘蛛填满了大地，与喀斯特枫林一起，在此时此地，成为了广西的地貌特征。中秋夜，2位姐妹在夜空下哼唱着一首关于月亮的小曲。他们就这样简单直接地将此刻南宁的月亮，以及他们眼前的灯海，唱给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位于隆安的5000多亩火龙果种植基地，今天把所有的补光灯打亮。这是1年1度的中秋限定版灯海。面对这样的浩瀚璀璨，人们或兴奋，或沉醉，或表达祝福，或传递爱意。甚至连候鸟也都参与其中。但眼前的浪漫其实是一个谎言，一个80多万盏补光灯以及他们背后的主谋共同撒的谎。他们欺骗的对象是火龙果，确切说是火龙果的花。主要是给火龙果一个信号，因为火龙果是属于一个长日照的植物嘛，在光照达到一个12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它才会花芽分化去开花。那在秋分之后的话呢，它整个光照时长是不足12个小时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通过开启这个补光灯，欺骗一下它，告诉它，哎呦，光照还够，还有这个光照时长，我还可以继续的生长发育，继续开花结果，然后它就出来。
竟是广西人还没开始种。其实广西果农就是严控每一个生产细节，通过无数个细节把价格打下去的。好在第2天竟然晴天了。出太阳了，出太阳了，出太阳了，出太阳果也长得更好，有能量，光合作用强了。而我们也能一睹火龙果开花的盛景。对了，忘了介绍，火龙果花和昙花同属一科，而它们也都一样，夕开朝谢，仅有几小时的花期。趁着开花，人们抓紧授粉。南宁火龙果种植面积达18万亩，年产量达32万吨，是中国最大的火龙果产区，占全国火龙果总产量的1/5。全国每5个火龙果就有1个来自南宁。南宁火龙果果大形美，肉质细腻，味道清甜，营养丰富，花青素含量高。而这一夜，这几个小时，决定了2个月后人们是否能吃上冬天的南宁火龙果。闷热的午后，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更加活跃，身体为了散热而扩张血管，更多的血液流向皮肤表面，而非大脑，从而引发嗜睡。当然，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天气，而是疲倦。如果你6月来到广西百色，空气中都会弥漫着芒果收获的味道。睡是忙中偷闲，笑是忙中偷乐。在全国的芒果各主产市县中，百色芒果产量始终稳居全国第1，超过100万吨，占广西全区的80%以上。芒果原产于南亚次大陆，有着4000多年的种植历史。据说是在唐朝由玄奘从印度带入中国，并开始种植的。而百色地区绝对是种植芒果最早的地区之一。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右江河谷气候优势，让这里的芒果在宋元时期就作为地方名产进贡朝廷。在这里，不是每个人都种芒果，但似乎每个人都在与芒果产生着关联。百色种植有多个品种的芒果，近年来的新贵叫贵七芒，因为它有一种别的芒果不具有的香味，能让喜欢的人欲罢不能。不过据说贵七芒也有一个缺点，纤维多，但这好像是所有芒果的通病。套用一句老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请他吃芒果吧，每一口都有金黄色阳光的味道。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请他吃芒果，他一定会塞牙。但现在，有人甚至会把吃剩的芒果核进行精心处理和打扮，利用纤维做成一种叫芒果狗的宠物。这是有多喜欢芒果？广西人喜欢茶点，茶点在这里不是具体指某一种食物，而是一种行为，一种氛围。在崇左左江边，泡上6宝茶，再弄点坚果点心，几个小时就这样普通又完美的溜走了。坚果本身是一个统称，之所以叫坚果，倒不是这些植物的果实或种子有多硬，更多是指它们通常有一个坚硬的壳，
杏仁、腰果、核桃都叫坚果。但如果在坚果前面加上一个地名，那这个坚果便成为了一个特指的品种——澳洲坚果。澳洲坚果原产于澳大利亚，后来被引入夏威夷，成为最主要的产地之一，风靡北美。于是，开始有更多人叫它夏威夷果。不过现在广西人准备让它有个新名字——虫佐坚果。就想当年刚来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光秃秃的，看不到什么绿色。黄素芳是虫佐第一批大规模种植坚果的企业家之一。跟着他一起上山，满眼望去都是好几年前种下的勇气。我自己都不懂得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一个决心来做这一整片。你说那么大，当时他们来搞团建的时候，一上到这个山顶，哇，芳姐，觉得你好伟大，你怎么会想到要种那么多？我自己因为已经扎进去了。就要想着，就要做，就要把它做好来。坚果从幼苗种植到第一次收获，通常需要5到7年，而要达到高产，则一般需要10到12年。回报时间越长，通常意味着风险越大。好在品种给力，好在广西的山、水、人和气候都给力。今年它是一个丰收年，会比往年挂果率都会高。植物来说是风调雨顺，它都会长得好。我们的这个果树它是比往年都会大，每一年都会递增。引进一个外来物种，哪怕广西的气候、水土再得天独厚，也绝不仅仅是拿过来就种这么简单。而是需要非常漫长的选育过程。今天，在广西甚至云南成为坚果主栽品种的桂热1号，很难想象它的选育是从1989年便开始的。我背后的话呢，这棵是澳洲坚果，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话呢，南亚所选育的这个桂热1号的母树。整个选育的话呢，经过2代的科研人员，从86年的话呢引进来。在05年的时候，才获得这个登记。整个广西包括国内，就是从所有的这个桂1号的品种，就是从这里这个母树里繁育推广出去的。到2020年的话呢，获得整个国家的审定这个品种，打破了国外的垄断。2020年，桂热1号成为国内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澳洲坚果新品种，并且经过了市场的检验。也因此，虫佐人有底气，也有信心，新立门户，要让人们在澳洲坚果、夏威夷果外，记住虫佐坚果。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做我们虫佐坚果的一个生产标准。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向那个国家商标总局已经申报了那个虫佐坚果这个西域公用品牌，所以我们以虫佐坚果来定位我们的夏威夷坚果，也就是出生的澳洲坚果。我们觉得这个桂热1号是我们自己选育培育的，所以我们对得起这虫佐坚果这个称号。虫佐坚果口感细腻，油脂丰富，质地如奶油般柔滑，还带着些许甜味。它是茶点的独特选择，尤其再配上茶或咖啡，那便更能品尝到它的风味。但没经过处理的坚果，那是真的尖呐！想要徒手开坚果，别说是人，大猩猩都没戏。曾经有人观察到，黑猩猩用石头砸开坚果，还一度引发热议。莫非黑猩猩要进化了？可就算它真进化了，像人类一样有诸多工具可以选择，也未必就能吃上一颗干净、
完整的坚果。其实，只要一个小小的豁口，就能让开坚果变得优雅。而今天在工厂，精细破壳这个步骤，已经能跟脱壳、清洗、烘干、分级、筛选、烘烤等一系列工作流水线高效完成。毕竟，广西人对所有的果子都有一个执念，不仅要让它好吃，还要让它好吃，好容易吃的好吃。来自澳洲的坚果，南亚次大陆的芒果，中南美洲的火龙果，东南亚的香蕉，今天都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一方面是广西的阳光雨露给了他们适宜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是广西农业人孜孜不倦，以年甚至10年为单位的研究选育。在位于崇左的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我们又看到了一些在市场上还没那么流行的水果。这是原产于美洲的鳄梨，也叫牛油果；这是原产南亚的菠萝蜜，还有原产中国但我们几乎没吃过的物种，这叫平婆，这叫木乃果。在他们边上是年轻的科研人员，总觉得他们的性格都有些淡然、佛系。也许从投身这一行起，他们就明白，能选育出一个可以兼顾产量、果实品质、抗病虫害能力、适应不同土壤和水资源、有较长生长期和采收期、有较好贮藏和运输能力、能满足市场和产业需求的品种，是一个急不得、必须等待、充满耐心的过程。在广西的绿水青山里，水果绝对是一道耀眼的风景。产量已经连续6年保持全国第一。但早已实现水果自由的广西人深知，要做好全国人民的果篮子，水果两种化是其中最需要继续坚持的方向之一。从源头上做到真正的水果培育、高质量发展。